好，来关心的是机械狼现在抢滩，另外四川舰电磁弹射也亮相了。解放军现在可以说是打了这场 AI 的立体军团战哦，到底战力如何？等一下我们来做评估。另外呢，川普砸了9兆，这个是换算成新台币的价格哦，打造15艘的巨舰，飞弹堡垒打得过无人机，来自于解放军的无人机群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好，未来的战争到底是属于川普现在这一派的，也就是成千上万不怕死、不会疲惫的这些无人军团，这解放军派的，还是属于这种造价数百亿美元、火力可以毁掉非常多的超级战舰呢？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解析哦。中美之间的竞争，我们先来看，因为中国大陆呢，它特别祭出了它的制胜的宣传片，当中可以看到机械狼取代了士兵，而且呢，这些机械狼看起来战力非常的强，还可以在上头搭载不管是火箭炮或者是机枪等等，做第一线的冲锋攻击。我们先来看一段现场的最新画面。像我们特别看到的是机器狼哦，那它不只是火力攻击而已，它还解放军的部分把它分成了一共是3个角色。我们赶快来看到哪3个角色呢？第一个，它有一个叫做暗影的角色，主要是负责侦查跟目标的搜索。第二个是浴血，它会直接来做火力打击哦。那么最后一个是极地，极地是主要是运送这些弹药啊，还有它的装备跟战场做支援等等。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叫云脑的系统分散任务，负责的就是调度，让不同的机器狼可以组成这种不同的小型的作战群。首先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中国大陆公布的机器狼会改变未来的战争吗？我们经常讲9条好汉在一班哈，其实不是这9个士兵来讲，他所携带的武器装备是不一样。第一武、第二武号称步枪武，他带的是步枪；第3武叫做反装甲破坏武，它为什么叫反装甲？因为它携带的是66火箭弹，所以一个班来讲，你看它就必须有这个基础的步枪班。那步枪班里面又有分这个2个步枪兵哦，另外一个是这个班用机枪兵哈，所以是一个 team 来讲的话，9个人所携带的武器不见得一样。那我们现在看这些机器狼是不是就完整的一个是战斗的一个组合哈？第一个它有侦查目标的搜索能力。也有火力打击就是火箭炮支援的能力也有运送弹药的能力。运送弹药我们称之为什么？就像我们经常这个在部队里面都听到嘛，弹药兵这个机枪弹因为打得很快，所以后面来讲必须要持续的弹药补充上来，不然的话，像这个一个弹夹像我们这个你知道我们步枪来讲30发子弹，那速度有多快？如果你开全自动的话，第一个弹壳还没有掉地上。最后1发子弹已经打出去了，所以那你一个弹夹打完以后，一个士兵身上最多只带5个弹夹，枪上面1个，身上带4个，那你想想看，你这场战斗能够持续多久？那弹药又很钝重，所以必须要有弹药兵。所以你看到这个机器狼来讲的话，它有侦察的侦察我们步兵叫做尖兵了有搜索的，有机枪兵班用机枪这个还有火箭弹兵，所以是完整的一个作战的 team。那第二个我们讲这云脑，那就很重要了。你知道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会下射击口令。班长怎么下射击口令呢？华哥应该听过吧？这个全班注意，这个第一基准点右2指符敌机枪阵地1挺集火射击。你看我这讲完多有时间。可是如果说是云脑在后面指挥的话，他一个啪指令下去，所有的机器狼全部朝那个目标开始集火射击，很快就将目标这个摧毁掉，而且它的射击精度更精准。我讲的是，虽然说这只是一个战斗的层级，可是因为机器狼本来就是战斗的一个战具而已，所以你必须从这个战具方面来了解。那另外我们看到，如果说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镜头，它在2栖登陆，如果做过2栖登陆，在沙滩上面这个登陆你就知道，2栖登陆的战力是从0开始在成长的。为什么？你在水里面的话，你是毫无战力，甚至于你在沙滩上面，你知道人在沙滩上面跑，那个水只要到了脚踝你就跑不动，但你跑的速度就会很慢。不信各位你到游泳池里面去走路看看，你不要说跑，你光走就很慢再加上那个枪怕水，
然后卧倒的时候，那个枪管又会塞进沙子，枪管里面只要进了沙子，我跟你讲，这支枪射击的时候就膛炸，是因为这样来的。后来这个老美在沙漠里面研究一种方法，就用保险套套到枪管上面，就是防止沙子进去。那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机器狼它这个机枪或者步枪，它是在背上，它就可以就不会有这种沙子或者是说这个脏东西进入到枪管造成膛炸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整个机器狼的战斗确实是未来战争之中除了无人机之外很重要的一种武器。特别我强调一点，机器狼适合什么地方作战呢？适合城镇战。那我们台湾如果说想要打城镇战的话，我们事实上在这方面必须要加强。那美国到现在还没有机器狼，所以美国他们承认一件事情，他没有城镇战的武器跟装备。好，这个是有关于机器狼的战力哦。那未来这个战场会不会中国大陆解放军要呈现的是海陆空一起联合做进攻呢？我们讲的陆就是这个机器狼的推进来突破防线。那如果再加上比如说天空中的现在用最多的无人机，这个是空中的，再加上海上的四川舰，主要负责指挥跟支持这些最主要的中心，会不会就成为一个 AI 共享情报的立体作战呢？等一下请干哥来看。我们先来看到刚刚我们看的这个宣传片的制胜当中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海上的076四川舰了。这一艘超过4万吨级的大型舰艇，被视为是中国大陆海军走向无人机航母的重要一步。那么首度曝光的就是它的电磁弹射的画面了。好，画面中我们等一下也会特别来秀一下影片哦。那076如果它真的具备电磁弹射的话，它就不是只是传统的2栖攻击了，而且是它可以搭载更多的固定翼的无人机来进行远端的侦察、电子干扰，甚至发动攻击。这种立体性的作战搭配 AI， 干哥怎么看？因为076它其实是承继075啊，075它就是纯粹的2栖攻击舰啊，但是076它现在的功能好像被有点渲染的有点复杂了啊？为什么？因为最新央视释出的画面是它试飞了质量车。什么叫质量车？就是电磁弹射的那个测试。因为那个质量车的重量是跟一架歼35完全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在尝试用一样的质量来这个发射这个质量车出去之后，是不是万一有一天我们要用歼35逆中战机发射出去的模式是一样的呢？现在就是在修正这个问题，你知道，因为歼35还没有正式上那个076的这个甲板，但是呢，不是光是这个质量车也要测试歼35之外，还可以测试空警600，还可以测试其他的，比如说歼15战机等等。当然，我们现在讲的就有点复杂了，但事实上最有可能以它的大小跟它的功用的话，应该是歼35最合适。那光是这个测试，我告诉你，至少要进行5000次测试，不少于5000次才算成功。也就是像美国最早在测试蒸汽弹射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大家看到已经开始测试了，代表它很快就会成军了？没有。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失败教训，你才会成功。电磁弹射在这么大的载具，4万吨的载具上面，它比那个福建号它要小一点，但是它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你能不能够用这个质量车发射成功，将来我们就可以发射歼35，或者我们歼35先摆着，我们先让攻击11服役，因为攻击11是现在我们公认，大概全世界都公认，大概是海军舰上能够发射最重型的无人机了。这个无人机可以携带的那个弹药量那是让美国海军都会害怕的。是，而且它的航程跟航续距离都非常远。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四川舰，它在密集在测试这件事情的话，对将来它的部署是有一个很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四川舰它已经不是传统的2栖攻击舰了，它也许还能够携带登陆艇跟登陆气垫艇，但是它可能它的甲板上全都是无人机，就会成为无人机
母舰。我觉得这个进度已经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得多。成军之日恐怕很快就会达到，也许明年或最慢后年它就能够成军了。好，这边是我们刚刚看到解放军一系列有透过 AI 操作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那我们来看到美国的部分，其实他现在打的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战争的道路。那就是川普他现在最新消息，他要打造的这个叫做超级战舰，他说这个叫做川普级的核动力飞弹战舰计划。好，预计的数量现在说呢会造15艘。首舰可能命名为挑战者号，也就是川普最喜欢的类型哦，非常巨大，火力非常强，而且非常的贵。多贵呢？第一艘造价234亿美元，后续还有14艘哦，折合全部加起来大概是新台币换算9兆元的新台币。然后他说这个是可以长时间部署在海上的核动力飞弹城堡，未来搭配垂直发射系统，可以有更强的雷达、电子战设备，甚至高超音速武器都把它用进来。汉庭怎么看？这个它会不会成为最强的战争武器啊？当然不会，但它会成为最贵的一项武器。这边说有3个缺点，第一呢，价格太贵，但是还好啊，毕竟呢，虽然有点痛，但美国有钱嘛，所以咬咬牙可以撑。那第二个，造舰时间很长，这个也是很大的缺点。但是而且因为它8年后才能够服役，8年做一艘，表示什么？就是当这一艘舰做好的时候，那对手的反舰导弹可能已经迭代2代了。所以你造出来的东西是已经落后于当时的时代。好，但是这个呢也不算太大的问题。真正最大的问题就是第3个，它沦为大型标靶，这才是真正的死刑判决。因为虽然现在说它预计要装的火力很强，但火力强不等于战争武力最强，因为现在战争是体系化的对抗，单舰再强也扛不住所有的饱和攻击，所以它3.5万吨的核动力平台，它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标靶。现在又有卫星、有高空侦察机、有超视距的雷达，它藏都没有地方藏啊。那所以呢，透过各种的反舰导弹啊、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啊、庞大的无人机群啊，或者是潜艇的伏击，那它就很容易被攻击。那虽然它也会有一些防御的设施，激光武器、电磁轨道炮啊等等的，但如果来的是饱和式的攻击，比如数十枚的反舰导弹，数百架的无人机同时来袭，那它的防御系统一定超载。所以一枚的东风21如果突防成功，它的200多亿美元立刻打水漂，因为就在水上就打水漂了。而且大家不要觉得侯汉宁你懂个屁。因为这话都不是我讲的，这是什么？这是美国海军自己讲的。美国海军2022年自己说，未来的海上舰队应该是要更多、更小、更智能、更便宜，对吧？不是去搞一个单一更大、超大的庞然大物，然后呢摆在上面给大家来打。所以，川普自己的计划，其实就连美国海军自己都看不下去。美国的智库 CSIS 坎西安的上校直接撰文说，黄金舰队的战列舰永远不会起航。他认为，因为这种做法跟现在海上作战的学说完全不符，跟实际作战完全不符。川普任内也做不成，未来的政府大概率呢也会在下水之前取消这个项目。所以呢，这种东西呢，如果美国真的要做，我们就祝福他。好，谢谢汉庭。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